大家好，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。上次在台中的兰展有看到一颗满满开的流苏石斛兰哈，就是这一颗哈，同样的一颗哈，那很大一颗哦，你看这么大一颗哈，对，那这个是它出来的高芽珠哈，流苏呢是黄金色的颜色，你可以看到黄金色，然后它带有唇瓣哈，所以为什么叫流苏哈？就是他们称为流苏石斛，就是因为它有那个流苏状的唇瓣，非常的可爱哈。那流苏呢，其实不算不是很贵的一种兰花哈，因为它长的速度很快，然后很会长，然后个体很大哈。你可以看到这个个体这么的大一颗哈，大概也有个六七十公分左右哈。那这个呢是很会开花的个体哈。有些的流苏啊，它的开花性不是这么的好，要开不开，心情随它哦。有些个体是这样子哦。那这一颗呢是很容易满开的个体，你可以看它的那个比赛的那一颗就知道它长得乱七八糟哈，就是长得非常非常的多哈。那它在旧枝上会从整个开花哈。那这个是你可以看它的开花枝是这个没有叶子的这几个哈。那它从顶端的地方呢抽出花序出来哈，然后抽出花序以后开花哈。那像你看还没有开的时候是呈现那种葡萄状的感觉，白色葡萄状的感觉，非常的可爱哈。那开完以后是黄金色的哈，非常漂亮哈。那这种石斛兰呢，就是要选个体啦，有些真的非常会开，有些开花性不是非常的佳，但是种植方面其实蛮好种的哈。这种品种是蛮好种植的哈，它算是简单易种的品种之一哈。那主要在平地的时候可以种得活，而且平地会开花。不过有些品种呢，它的开花性就是看个体。因为你不知道它的来源到底是从哪边来源的哈，有些个体真的是不是很爱开哈，有些的哈，因为这种完全个体差很多哈，流苏是差很多。那这一颗呢是高芽珠哈，高芽珠的意思就是从母体上长出高芽以后，剪下来，然后把它养大的这个个体哈。那这种个体呢，就是跟母本的基因一模一样哈，所以如果母本非常会开花的话，它就非常会开花哈，就不用担心它不会开花的现象哈。不过我想要把它上板哈，因为不过这么大个体上板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哈，因为你要放哪？对，因为它到时候还是会往上涨哈。基本上上板的速度慢很多哈，那但是上板比较不会得病啦哈，简单的概念就这样子。如果你把它盆植的话，是要担心的东西比较多哈，因为盆植如果你控制水分控制不好的话，就容易得病，或者是容易死亡哈。所以在板植跟盆植各有好处各有好处啦哈。板植呢，毕竟它水分比较容易干燥，比较不会产生水分太多，然后造成根部烂掉的状态哈。那盆植呢，速度比较快哈，成长速度快很多哈。像我的蝴蝶兰对不对？蝴蝶兰西雷利亚，我们同样的个体，有的人已经开花了，而且开很多花，那我的还在中小苗慢慢的长，所以你就知道那个速度其实是差非常的远的哈。那所以这个就是没办法哈，板植跟盆植两个的种法就是完全不一样，然后速度也完全不一样哈。好，那它其实你看这个中间的喉形非常的深哦，其实还蛮好看的哈，而且因为这个是高芽珠哈，所以它的开花性应该都不错哈，所以呢之前这个也是在台中买的，那时候在那个台中花市的旁边有大理花市嘛哈，大理花市那时候他们就刚好有这一批的后代哈，直接拿到现场哈。那因为我认识那个朋友，那他们刚好有人在买，然后我就过去看，说，留一颗给我，然后就从里头拿了一颗出来哈，所以这个就是总冠军的后代颗哈。那希望呢过2年可以长得非常的大哈，可是那颗总冠军的个体实在是真的太大了哈，对，不要那么大哈，但是能开花性这么好就不错了哈。每年的时候，在这个时候春天开哈，基本上这种黄金型的石斛兰呢，都是现在开哈。你只要看什么黄金石斛啦，然后或者是小型的黄金石斛，我们称为龟背那种石斛兰，也是现在开哈。那像是只要黄金色的，大部分都是现在开。那所以呢，如果你喜欢这种黄金色的石斛，最近应该花季的时候可以去走走看看哦。其实我家附近
有一些的那种黄金15已经开完了哈。以前在路边可以看到，因为每年他们都放在路边嘛哈，所以都可以看得到啊。今年开的还 OK 哈，没有非常的好。去年我觉得比较好一些哈。好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